新型战机、战斗机都有哪些特点？为何会问世？目前常见的新型战机、战斗机主要分为战斗教练机、多用途综合战机和特种战机。冷战时，美苏发现战斗机增加后座飞行员可以提升战机的态势感知和设备操作效率，因此他们都发展多种带有先进雷达的新型战机多用途战机，但它们的定位有所不同。例如，配备先进雷达的 F-14主要考虑舰队防空，因此需要专人操作雷达，才能使其航电和远程半自动拦截弹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美国空军的 F-15E 则是在空军战机多用途理论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末诞生。由于 F-111退役，美军只能通过改进 F-15以弥补对地打击环节的空白。因此 F-15E 虽然携带当时最好的 APG-70 雷达，但它的主要目标还是充当炸弹卡车打击苏军装甲机群，而后座人员主要负责武器控制台。苏27研发过程中，苏联也同时发展了新型战机教练型苏27UB。该机服役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希望研发其改进型。按照规划，这种改进型新型战机不但可以用于远程拦截，而且还能充当空中指挥机，由此指挥基本型苏27编队。苏军认为，本国国土面积广大，而东部地区野战机场和指挥部都较少，因此不但影响指挥效率，也容易让飞行员疲惫。而新型战机版战机不但弥补了地面指挥所不足的问题，还能最大程度避免飞行员过度疲惫，由此提升战机在空中巡逻的时间。上世纪90年代，这种思维也随着苏30的引入，影响了中国空军，因此还专门开发了苏30 MKK 指引苏27编队的战术，并出资协助俄共青城厂研发这种战机。然而，由于俄系航电性能不尽如人意，因此当时的设想难以真正实现。新型战机、战斗机有什么先天优势呢？美俄两国重型5代机问世后，也都开始讨论新型战机发展型，但由于 F-22的产量被大幅削减，而且其新型战机版 FB-22 的项目和 GSF 项目冲突，因此最终胎死腹中。此外，美军还认为，技术智能化的发展将会让后座操作员不再如此重要，飞行员即可在人工智能协助下完成任务，而苏57基础型尚且因为资金链难以维持而举步维艰，新型战机型自然遥遥无期。然而，这种认知并不能完全符合目前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机电设备越发复杂，飞行员很难一面驾驶一面兼顾所有设备，因此这直接影响到战斗机多用途化的实际水平。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也依旧存在不稳定和不完善之处，无法真正取代操作员，而美军两种隐身机的冗余度又存在不足，因此无法直接改成合格的新型战机隐身机。反观歼20在设计时就规划了单新型战机2种型号，而且也借鉴 F-15E 的设计思路，即通过单座型座舱后方预留空阔航电舱，降低新型战机机型设计难度，由此保持结构通用化，并降低对应成本。从布局来看，新型战机歼20和基本型歼20近似，并未采用并列新型战机，尽管看似不够科幻拉风，但却极大加快了服役进度。教练型或升级版炸弹卡车可能性都不大。目前的模拟飞行软件远非当年可以想象， L-15猎鹰这样的高端教练机也完全可以胜任培养新型战机飞行员的重任。因此，新型战机飞行员都是从其他战机的尖子中挑选而来。新型战机本身的驾驶乃至内部技术掌握也体现了极大的智能化特点，甚至某些飞行员将其比喻成手游那样容易快速上手。由此看来，新型战机这样昂贵的高端战机不可能额外浪费宝贵的机体用于教练型，但这并不一定等于新型战机不会携带特殊弹药实施准战略打击。毕竟海湾战争中 F-117的夜间渗透斩首效果被世界公认，而这样可完成超音速巡航的现代化隐身战机在执行类似任务时会在效率上更胜一筹。当年的 FB-22计划虽然机动性能有所下降，但载量和速度甚至明显超过基本型 F-22， 可填补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之间的打击空白。因此，新型战机就可以携带类似炸弹之母的大威力常规武器，甚至小当量核弹，并在单座撕开敌空中防御网时渗入
敌核心区域，直击最要害目标。此外，新型战机也可能会成为空击激光武器的特殊载体。一旦上述武器开始使用，后座操作员就会专门在新型头盔显示、瞄准器和一体化座舱屏显的助力下，专注对地对海任务中的想要设备操作，而前座飞行员就能专心找到最佳飞行任务线路。量子技术可能成为指挥无人机的最大助手。未来空战的一大特点就是体系综合单位的配合，从而不再是战斗机之间的纯粹较量。随着模块化、高自主性的高性能无人飞行器的出现，中程僚机项目的呼声越来越高。美俄两国对应的产物则是 SQ-58A 和猎人系列无人机，他们将得到 F-35和苏57的协助。有消息称 F-35在进行后续技术升级后，可一架同时指挥3到4架无人机。空战中，此类无人机可发射诱饵信号，并协助友人战机进行探测和综合干扰。在复杂的综合威胁环境下，这种模式可以最大程度提升友人隐身战机的生存性，也能让己方杀伤链的威力和手段得到全面升级，并促使对方进入难以准确判断战场局势的困境。能够满足此类需求的无人机，必然要具备强大的隐身能力、续航速度、航程、智能设备以及载弹量也要出色。然而，这种配合并非没有技术难点。一般无人机多半由地面控制站指挥，容易因电磁炸弹攻击而失控，甚至内部元件也被摧毁，而且对方还会通过电磁信号植入病毒，由此导致其失效。只有可能内部临时修正路线的封闭式无人机，可以无需依靠地面站和预警机的遥控，继而对电脑病毒和电磁攻击具有较好的免疫力。但无人机与新型战机互动时，要依靠后者发射电磁信号，但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则需要绝对隐蔽安静。考虑战场上的多变态势，封闭式无人机也难免要进行临时调整，但此类电磁信号一旦出现，就有可能被对方捕获。要知道，按照假想对手的反隐身技战术演练来看，通过电磁信号确定战斗机的坐标也是其重要计划。幸运的是，量子通信将会改善困境。这种手段不但不容易被对方截获破译，而且由于它没有电磁辐射，也不通过传统信道，因此抗干扰性和隐蔽性都有了本质提升。此外，它的传播速度快得很多，这就有助于将危险窗口的存在时间降到最低。当然，封闭式无人机在接受友人战机指挥时也会留有开口，这也是对方电磁武器可能的突破口。此外，量子通讯同样可能暴露指挥机的位置，而且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来看，一时还无法让封闭式无人机自主完成较为复杂的作战程序。因此，战机服役后若想成功指挥无人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各方面技术。美军也在发展 AIM-120D， 采用了2次点火技术和高抛弹道，将射程提升到160千米，并配备了 GPS 惯性测量装置，这就保障了精度。美军为彻底压倒霹雳15及其后续型号，还专门开发了 AIM-260， 该导弹具有红外雷达双向数据链，不但抗干扰能力很强，而且射程达到260千米，不可逃逸区也十分出色。据称，该导弹将列装美军2大隐身战机，将 F-16战斗机改装成无人机靶机，也作为有人驾驶战斗机的测试目标，进行追逐和远程仪表飞行。在无人机模式下， QF-16 无人靶机即使在实弹射击活动中，也不总是被击落，因为向他们发射的导弹往往没有配备实弹头，因此在导弹弹头的爆炸半径范围内足够近的距离即可被视为有效杀伤。2019年，美国空军首次披露了 AIM-260 远程空空导弹计划的存在，该计划是与海军的共同推进。这2个军种打算为提供一种新的远程武器，以取代 AIM-120 先进空程空空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飞行测试中是否有部分或全部涉及实际的导弹发射。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廷德尔空军基地是这些任务的发射点，该设施及其无人靶机定期用于支持实弹导弹测试。2020年晚些时候 ，GATM 测试活动似乎又出现了一次相对高峰。仅10月份 ，QF-16 无人靶机就执行了6次任务，另外2次任务被取消。虽然美国空军尚未公布今年的任务此类数据，但很明显，2020年 AIM-260 计划有大量测试活动，
美国空军已投资650万美元，在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建立了一个联合先进战术导弹储存设施。报道称，这种新型导弹预计不仅射程超过 AIM-120，而且其性能至少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超远程空导弹相媲美。美国空军公开表示，中国霹雳 -15的出现是让美国空军决定启动 AIM-260 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霹雳 -15是一种远程空对空导弹，采用双脉冲火箭发动机。AIM-260 新型导弹的一般直径和长度与 AIM-120 相同，这将使其能够在隐身战机的内部武器舱内携带。尺寸要求意味着不可能采用冲压发动机动力装置，因此一种新型的固体燃料发动机似乎是必然的，也许是一种双脉冲类型，以确保整个飞行包线的能量，就像霹雳 -15一样。虽然 AIM-260 的技术性能方面仍处于机密状态，但五角大楼的目标是使该武器在明年实现初始作战能力。什么时候台湾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呢？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在众多武器中，每个地方装备的类型都有一定的特点。比如陆地防空，在整个地球放眼望去，没有人比台湾更专业。而这一次，我们要把关注点放在台湾空军的能力上。台湾空军模式是自研加海购，自从空军成立以来，只有 IDF 和永鹰是自产。但对于在花钱这件事上，台湾的自研经费还不如购买的经费。不过这钱花得非常值，乃至让台湾空军变成东南与东南亚中最为强大的空中力量。而这一切还要从2-3年前说起。2021年对于台湾的防空战略而言，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一年，台湾成功升级改造首批 F-16V 战斗机，并加入了空军的行列。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台湾在空中的作战力量。更令人瞩目的是，台湾空军派遣了4架 F-16A 战斗机于深夜从花莲基地起飞，穿越太平洋，直飞美国。在飞行过程中，美军提供了多次加油与战机领航的支援，为这次挑战性飞行提供了关键的协助。尽管此前台湾曾多次派遣空军飞行员前往美国接受培训，以提升26的飞行员战斗能力，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4架飞机将台军标志抹去，展现了更为紧密的台美合作。此外，之前派往美国的6架战机并未去除台军标志。近年来，为了强化空中力量，台湾启动了多项战力提升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对台湾现有的141架 F-16V-B 战斗机进行升级。这批战机将分批升级至 F-16VBLK-20等级。据了解，目前台湾空军 F-16V-B 已有多架完成购改，而首批 F-16V 战斗机的成军归功于这一计划，被军方命名为凤展项目。该项目由台湾的汉翔公司执行，得到了美国原厂洛克马丁公司的协助。凤展项目已经如期完成，其中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更换了 NAPG-83型先进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使战机能够同时执行搜索、追踪和锁定多个目标。此外，任务计算机和座舱仪表也进行了升级。除了凤展项目之外，台湾空军还进行了新兴兵力筹获案，其中包括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BLK-70的凤翔项目，计划于2026年完成。这2个项目的同步进行，将使台湾在2023至2026年期间拥有超过200架的 F-16V 战斗机。目前，空军的3个主力战机中 ，F-16V 在综合性能和挂载弹药类型上均胜过 IDF 和幻想2000战机。客观地说，由于多年来的不断升级，最新的 F-16V 战机在综合性能上已经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是除了隐形战机之外最先进的战机之一，并且具备一定的隐形能力。F-16本身便是一款注重能量机动性的飞机，专为空中作战而生。相较于之前使用的 F-16A-B Block 20批次，即将升级为 F-16B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航空电子系统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NAPG-83型先进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这款雷达具有空对空探测和空对地探测两种模式，其探测距离分辨率和灵敏度可与 F-22的 APG-77 雷达和 F-35的 APG-81 雷达相媲美。台湾早期的 F-16战机使用的还是老式的 APG-66 雷达，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 APG-66 仍然是一款性能卓越的雷达，而且在 F-16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性能一直保持坚挺。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超视距空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战机追求先发现先攻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APG-66 的性能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要求，因此升级到 APG-83已势在必行。与早期的 F-16相比 ，F-16V 的探测距离至少提高了30%，能够同时跟踪20个目标，其战场感知能力提高了220%。通过这一系列的升级和引进先进技术，台湾空军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强了 F-16V 的装备，更在战斗性能和雷达探测能力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这无疑对台湾在地区安全和防御方面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使其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中保持高度戒备。未来，台湾将继续致力于强化空中力量，确保安全与稳定。同时 ，F-16V 战机还引入了全新的 MMC7000AH 计算机，其处理速度是早期 F-16所用电脑的2倍以上，存储器更是超过老型号的10倍。考虑到采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计算机的升级势在必行，以确保 APG-83 的性能能够充分发挥。升级航电的范围不仅仅包括雷达，还包括座舱显示器、计算机等方面的提升。可以说，在航电方面 ，F-16V 的能力相比以前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在这次的升级中 ，F-16V 还更新了武器挂架，具备了挂载新型武器和吊舱的能力，这是升级幅度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最早期的 F-16无法发射中距离导弹，而 F-16V 不仅可以携带 M9 系列短程导弹和 M120C 中程导弹，还能在执行战斗、巡航和紧急起飞等任务时挂载。此外 ，F-16V 还能发射空射型鱼叉反舰导弹，使用多种炸弹进行地面打击，以及外挂夹舱用于侦察或电子战。这些都是目前空军现役的幻影2000与 IDF 所无法比拟的方面。另外，台湾空军预算中还列出了470亿新台币的军费预算，用于 F-16V 专用的远距离精准弹药，包括 AGM-84、AGM-154、AGM-88等3项。用于反舰远距离精准打击和摧毁敌军雷达等。美国早在之前就已决定向台湾出售135枚 AGM-84G， 这也表示 F-16V 的反舰能力早已具备，并将进一步提升。至于 AGM-88， 在2017年6月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出售60枚，同时洛马公司还将协助改良 AGM-88。F-16V 还将涂刷一层隐身材料，以减小雷达截面积，增加敌机对 F-16V 的探测距离。然而要注意的是，对于隐身的最好手段仍然是外形设计在不较大程度改变 F-16V 的气动外形的同时，隐身涂料所能够起的作用有限，但聊胜于无。此外 ，F-16V 还将对机体进行升级，主要是对抗机体老化程度的升级，可延长 F-16V 的机体寿命，并进一步延长服役时间。在原有体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F-16V 有可能更换性能更优越的发动机，因为在这次的升级过程中包括了航电的改造，所以飞机的空重可能有所提升。为了不降低机动能力 ，F-16V 换装更大推力的发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相较于以前的 F-16V 的改进和提升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改进足以使 F-16V 继续服役20年左右。如果台湾拥有300架 F-16V 战斗机，将成为世界4代战机密度最高的地方，足以在整个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产生深远的空中力量影响。以此庞大的力量对比东亚地区，我们首先来看日本，这个曾经摘得全4代机成就的国家。全4代机国家指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没有4代机以下的战机在役。近年，日本航空自卫队退役了最后3架 FDJ 鬼怪2型战斗机，并在祈福基地举行了3级编队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标志着鬼怪的服役生涯彻底结束。此次退役后，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战斗机仅剩下自产的 F-2，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5与 F-35。
总计3种战斗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空中自卫队引进了180架单座型 F-15J 和40架双座型 F-15DJ， 目前现役的 F-15数量在200架左右。然而，美国在向日本出售 F-15时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剥夺了 F-15G 的对地对海攻击能力，使其只具备制空能力。因此，日本的 F-15G 主要用于防空，难以执行主动攻击任务。F-2战斗机实际上是 F-16的加强版，由美国承担了40%的研发任务。尽管 F-2在使用上有一些限制，但日本自主研发了包括 GAPG-1 火控雷达在内的航电设备。F-2战斗机具备多种任务能力，可以携带 N9L 空导弹、GCS-1 制导炸弹以及 ASM 系列反舰导弹等，执行制空、对地、对海攻击等任务。到2011年停产时， F-2共生产了98架，其中5架在2011年的海啸中被毁，再除去4架原型机和坠毁的1架，目前现役数量为88架。另一方面，日本空自的主力战斗机之一是 F-35，目前空自已经引进了147架 F-35隐形战斗机，其中包括105架基本型 F-35A 和计划引进的42架垂直起降型 F-35， 并装备海自的出云级2栖攻击舰。首批引进的42架 F-35A 正在交付中，已经交付的数量在25架左右。尽管日本拥有相当数量的 F-15G 和 F-15DG 战斗机，但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机体寿命已经受到一定影响。此前还传出 F-15G 战机在起飞和飞行中掉落零件的事故。面对300架 F-16V 战斗机的对峙， F-15G 显然力不从心，尤其是考虑到 F-16V 已经升级换装了最新的 APG-83 SAB-2 有源相控阵雷达。相较于原先的脉冲多普勒雷达， APG-83 性能大幅提升，对典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300公里。再加上 F-16V 升级的武器系统，可以说 F-16V 在超视距的情况下有击败 F-15G 的优势，更不用说是300架 F-16V 对上200架 F-15。对于日本自产的 F-2， 虽然它源自 F-16， 但在航电方面无法与搭载 APG-83 雷达的 F-16V 相媲美。F-2能携带的导弹种类也相对较少，更谈不上与升级版的 F-16V 相比。值得一提的是， F-16V 具备硬管空中加油的能力，其配备的雷达在对地模式上更为强大。当 F-16V 工作在地形跟踪模式时，配合飞控，具备夜间复杂地形超低空飞行的能力。此外， F-16V 具有更强的功能扩展性，而 F-2在这些方面都相对不足，可视为 F-16战斗机的一种削减版本。对比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F-35为战斗机，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 F-16V 先进，但实际上两者在某些功能上并无明显差异。尽管 F-16V 缺乏 F-35V 的隐身设计，但在加装 AESA 雷达后，其性能可与 F-35V 的雷达相媲美。此外，考虑到 F-16V 的挂载能力，两者在实战中可能会打得难解难分，更不用说 F-16V 在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即便是拥有全4代机成就的日本，也难以阻挡这300架 F-16V 战机的威力。当然，战争从来都不是海陆空的简单比拼，但这300架 F-16V 的空中力量足以左右战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认为 F-16V 的实力如何？面对其他出色的4代战斗机，它有多大的胜算呢？另外，F-16战斗机升级的极限又在哪里呢？